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我是董进桥。那我们节目今天录影的时间是12月25号，正逢耶诞节的这个时刻。那我们的观众朋友也是遍布全球各地，所以在这边呢，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耶诞快乐，阖家平安顺心啊！马上介绍这集在耶诞节要加入我们讨论的3位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蔡正元，乔哥好，大家好。第二位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退役陆军少将李正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欢迎3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耶诞节讨论哦。那第一个话题呢，就要来看到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现在也要迎来一个有机会弯道超车欧美晶片的一个耶诞大礼了吗？压注在3个字上面，也就是这个矽光子哦。它背后有非常复杂的这个科学原理，我们就不展开讲了。但简单来说，这项技术呢，就是让现在主流这个是透过电子在电晶体之间流动啊，那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能啊，然后也难以突破这个物理的摩尔定律等等的考验。那改成矽光子之后呢，就是让顾名思义，用光传输的资讯方式，可以让它的速度更快，耗能更低啊，所以被誉为是 AI 下一个大基础建设里面的一个底层逻辑，非常重要的一个布局。那么，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产官学界对于这个矽光子都是非常有想法的，都卡位在这个赛道上疯狂奔跑，就是想看谁跑得更快，拉出一个领先的身位。我们来看到，包括上海最好的这个工科学院，上海的交大，他们现在有一个实验团队也在研发一个理论上呢，算力可以比现行的算力要高出1000万倍的这个 AI 光子晶片。当然这理论上，不然这数字太可怕了。那包含民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些矽光子的玩家都已经入局了，包含苏州的西联光芯、海宁的国科光芯，还有宁波的新速联光等等。其实大家现在都已经在开发这样新的技术了。那这个矽光子真的有这么强吗？从实验室走到量产，它还需要多久的时间？那么在这个 EUV 机被美国跟欧洲牢牢把控在手上的情况下，中国大陆可以押宝在这个上面，然后完成一次弯道超车吗？想先问一下委员怎么看这个现在中国半导体的另辟蹊径？这个不是什么特别的新颖的东西哈，我跟各位说明一下。其实矽光子我们每天都在用，比如说这个摄影机用光线转成电子讯号，我们的手机照相机里面在拍照片的时候，也是把光线转成电子讯号。那这个我们叫做互补式金属氧化半导体 CMOS。那 CMOS 这个东西应用很普遍的，可是我们大部分都在做感光元件上使用，对，一直没有把它用到 GPU 里面去，没有把它用到 CPU 里面去。那这个才是真的所谓的 AI 运算用的。但是因为 CPU 或者是 GPU 它比我们那种感光元件复杂太多了，所以如何把这个同样的原理运用进去，理论上都可行理论上没有任何障碍，但是在科学工程上面碰到很多的障碍。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要想到说，为什么我们要把原来的这种细晶电子改成这种光子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那个 AI 半导体量很大，运算的时候老是靠电子跑，一定会发热。对，电子在铜基板上跑，一散发热，就要用大量的电力来降热，来这个做冷却。所以为什么说要搞核电厂？然后又很容易故障，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能够让光子在这里面跑，那这个原理就是我们以前的通讯大部分都是用电缆通讯，现在都改成光纤通讯了。那光纤通讯可行，可是要把它缩到那么小的范围里面去，那这就一门高科技了所以里面很多转折而且要进行可以做张量运算我们平常讲就是说向量运算、矩阵运算，向量到了张量运算，能不能那么顺利做到那一边？现在大家在攻克这个技术，理论上都 OK。那中国大陆很多对，其实我所知道，台积电在10年前就开始做了10年前就开始做了。那可是到目前为止要到达商用的阶段，似乎还有点距离。那这个什么时候会成功，真的没有人知道。就像说，大家在做大 AI 大语言模型那个你想想看华为的盘古模型出来几年了？真的，好多年，可是大家都摸不到边，一直没有很成熟。一直到 OpenAI 这个起点出现了，出现了生成式的概念，而且做成功了，
大家全部都转向，是全部都转向，走向生成式了。所以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我知道这些公司都很努力，但他们从周边的这些晶片开始往中间做，做到可以做并行运算的 GPU， 这个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其实理论上没有理由不能攻克，那可是在实务上要到达可以跟现在市场上的细电子的晶片来比的话，似乎还那么一点距离那当然有人想到说，那我可不可以用混合式的像电动车一样，我用混合电池，有人在考虑也有实验室做出来了，就是某一部分用细光子来取代，那没有办法全部取代，然后效能能不能被市场上接受，这个才是最大的考验。特别是在 AI 算力系统这么发达的情形底下，竞争这么激烈，人们的挑剔更严格。所以要到达那么严格的挑剔的标准，真的大家一起加油。那中国当然投下去也不少，那美国以前的投过，那后来因为不赚钱，而且又做不好，所以最后通通离开这个行业。没关系，美国离开，中国来，这试试看，说不定很快可以攻克。那你说要我去预测多久可以攻克？我想业界没有人敢判断，因为它好多节点都还没有突破。但是如果突然之间，比如说苏州突破了 A 点，海宁突破 B 点，宁波突破 C 点，搞不好众志成城，就真的一睹万里长城就被它推倒了。是。所以矽光子这个领域大家现在都疯狂在研究，大家都在期待一个起点，像当年 OpenAI 这样的出现。那说到 OpenAI 就不得不提这2年可以说是 AI 的大语言模型真的是改变了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模式真的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因为这个进步的速度、更新迭代的速度太快了。现在不管是文字、图像、影像，还是海量这些迷因梗图相信每天都充满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手机跟社交媒体。那么接下来就是要筑高墙，然后广积粮了嘛。那这个粮呢，肯定就是 AI 的基础建设你离不开电力跟算力，这绝对是还是重中之重。那刚才提到很多这个矽光子，如果用 GPU 比喻 AI 领域呢，它像是它的大脑，那矽光子就像是这个光速级的中枢神经系统，所以它是支撑下一代超大规模算力，如果你要把成本压到最低，你离不开的一个底层技术。那刚刚提到了，不管是中国的企业现在都在摩拳擦掌，全球大咖其实也是布局以深。刚才委员有提到，台积电10年前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有在着手了。那不管是 NVIDIA、辉达、Meta、祖克伯等人，台积电的魏哲家这些大佬们都加大进度在研发，就是要确保现在在 AI 这个赛局里，他们是领先的领头羊集团，不能落队。好，这是否意味着谁能搞定矽光子，那么下一个阶段的 AI 赛局里面，谁就可以当大佬了？赖老师，当然是这样但是问题是谁能搞定，谁也不知道可是你不搞了，你绝对就没有。对这很简单。你刚刚提到的 AI 我们都知道它数据库很重要，数据库它为了要运算，所以它需要大量的资料传输进来。对，所以它需要有大量的运算中心，有大量的晶片那当这些数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它的体积越来越大，它的电量需要量越来越大。可是问题就是每一个国家或者每个地方它都有空间，都有限制。例如说美国现在电力上有限制了，有问题了，那它的盖新店的能量能不能赶得上它的 AI 的需求？那如果一旦拖对了，赶不上了，它就限制住 AI 的发展。而中国现在的电力是充沛的，对，所以它的 AI 的发展的空间是巨大的。但是问题是，当我们的 AI 的运用量越来越大，它需要的晶片的厂越来越大，运算中心越来越大，那地球是有限的，现在有开始考虑到往太空的方向走。可是问题就在于，怎么样把这个体积缩小，怎么样把这个耗能缩小，怎么样把频宽拉大然后怎么样让它产生更多的功能，这个时候就是光子了。因为光子它比电子它跑的速度更快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它的耗能就更小。另外一个就是它频宽更大，电子的频宽还是小于光子，还有最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体积更小。我刚刚谈到了体积。对。那在这样的一个三小这个4大优点中，谁能够做出矽光子，把它这个光子跟矽把它结合起来，那谁就是赢家。我们刚刚谈到，就是如果你不做，那你就是
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你一定是零。为什么？因为你永远就只能依赖别人做出来的。好，这是第一个。那如果说你去做了，你不一定成功，也就是说你投下去的钱相当有可能都打水漂。如果你的这个钱袋子不够深，你可能投到一个程度以后，你的钱袋子用完了，结果你的快要到临界点、突破点，结果你做不下去了，被别人接手了，那你可能也是打水漂。所以谁是最好的一个点？那这个大家也都在尔虞我诈嘛，这个也是一个争点。可是大家都知道，谁做成功的，他掌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他就是一个大赢家。因为台积电如果不做，刚刚委员说台积电10年前就在做，台湾基体电路是电子不是光子可是如果说有一家公司有一家半导体的，或者是他做出光子了，那你台积电你以后还有什么？你根本没有了，你什么都不是了。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台积电当然要砸钱下去。可是问题就在于能不能做得出来，台积电没有把握。原因很简单，我们来看看最后你会发现这一些产业公司企业，它都要跟学术单位要挂钩，要整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它需要的是一堆大脑袋的人。而这个大脑袋的人，他基本上是在大学、研究所、博士班里面来培养、来供应的，那问题就在于说，台湾的大学投资力够不够？例如说我们的清大、交大、台大、台积大，那个台科大，你国家给他的资金投资到底多少？它本身能不能供应，能不能支撑，或者是能不能够走在科技的前沿上？台湾目前的整个学术能量看起来，我们的大学并不走在那个所有的尖端科技的前沿，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危险。日本也脱队了，日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它是走在科技的前沿了。那现在走在科技前沿的剩下谁？其实剩下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大学，他们是走在科技的前沿。那这样的情形，他们跟这个民间的企业或者是跟国营企业一结合的时候，他们的成功几率就大了。那接着我们就看另外一个，那就是谁的钱袋子深了，谁的科学团队数量够大。因为最后你还是要数量要够大。如果大陆先做出来，那坦白说，这个就是大陆的天下了。你说美国急不急？急呀。那大陆敢不敢？敢啊！因为大陆对这方面投下去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他不是今天抬头，他们很早就在投了。所以我个人认为，以目前来讲，对美国来说，它的压力最大就是如何跟大陆竞争，而不是看到其他的国家。台积电在这个部分如果我们的大学没有给予足够的资金，让这些教授潜心的去做研究，你说怎么能够发展出来？好，说到这个美国怕中国大陆的进步而提出了限制，倒是有一个步伐让大家比较意外。我们都知道，今年川普总统抛出了这个对等关税的解放日，在全球的政经市场投下了一个震撼弹。但是原本说半导体也要被232这个条款来重点招呼没有想到拖了又拖，延了又延。最新的进展是呢，美国宣布可能要对中国的半导体这个课税一路要延到2027年的6月才上路了。消息一出，这些中国的晶片股马上都应声大涨，因为好日子还有一些时间可以过。好，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关税侠川普总统选择缩手？这个关税大刀都举起来了，结果延迟砍下去，是想帮美国的本土供应链来争取时间吗？还是说这是2027年美国背后有更大的陷阱？将军，其实拜登时代跟川普时代他们的晶片战略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拜登时代的话，他对于那种先进制程，他是对中国是采取封锁管制的，但是对成熟制程来讲的话，他是采取用调查的手段。但是到了川普时代来讲的话，他对于这个先进制程，目前我们看到它是开放了 H200它是逐步的开放，就是我有先进的一代来讲我可以开放我的这个次一代的晶片卖给中国，但对于成熟晶片来讲的话，他就把它当作筹码化，然后来当作谈判的一个代表。所以大家不要想说2027年才上路，这个那是他的谈判的一个手段，他非常的灵活。2027年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开始苛征这个关税？如果那时候苛征关税来讲的话，对美国来讲，他又有更多的谈判筹码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这次来讲，拜登时代哈，它对于成熟晶片来讲的话，它大概只是美国贸易代表署只是启动用301条款来启动调查，那调查的项目大概限于汽车，然后国防，还有这个电子、医疗哈，这个等等这几个方面来做调查。但是到了这个川普时代来讲的话，他除了用301条款之外，他还加上232，也就是国安条款来加以调查，而且调查的项目哈，包括到电子产品，他都将它列入调查对象。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川普来讲好像放松了，事实上不然，他调查的使用的法律来讲，比拜登时候更多，而且调查的项目来讲也更广哈。那第三个来讲的话，原来拜登的时候，在2024年12月，去年的时候，他只是调查完以后，他对于什么时候要开征关税，他并没有讲哦，他并没有时间点，也没有税率多少都没有讲。但是到川普来讲，他就直接明的跟你讲，2027年哈就要开始这个开征这个成熟晶片的这个关税，但是税率多少，他现在还保留。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看出来，川普来讲，他不是跟中国示好，绝对不是因为在韩国跟这个习近平两个见面之后，然后双方来讲的话，有一个关税贸易休战的一个协议，然后放松，而不是我觉得他只是说是更加增加他关税的运用的一个筹码，更具备灵活性，因为他认为说是中国在成熟制程方面来讲的话，中国这个举全国之力大力的发展成熟晶片，那对美国来讲当然造成很大的压力。可是大家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他现在美国也必须要有成熟晶片，因为他自己本身这个成熟晶片的产量并不足以。那大家要知道，中国虽然说没有先进制程做不出来，但是成熟晶片的产量却是雄霸全世界的。所以美国这个时候他放松，对他也第一个有利于他自己，第二个他可以当做谈判的一个筹码。了解。好，下段节目呢，我们还有这个中日矛盾，稀土这张王牌，中国什么时候要打出来？以及中巴合作研发的枭龙战机，现在打开了外销的大门了，它厉害在哪里？待会回来告诉你。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